大人，不知您需要属下做什么？芥木白问。他深知天下间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何况是这样的力量，哪怕他也是梦寐以求的机遇。何况现在对方不仅仅是给了他力量这么简单，可还是救了他一命。天下间除了养育之恩外，还有什么恩情比得过再造之恩？嗡！就在这时，大殿前方的墙壁消失，浮现而出的并非是外面的景象，连接的乃是一座更为宽广的宫殿。那座宫殿更为巨大，但却也更加空旷。宫殿内同样有着一座大阵，传承大阵，并且身为天龙界灵师，芥木白能感觉到这座大阵蕴含着比他体内还要强大的多，同时也要邪恶的多的力量。这座传承大阵的时间也并不是特别久，但却与他无关。大人，还有其他人得到了您的传承？芥木白问道，心中竟有些不是滋味。本以为他得到了极大的器重，可现在看来，竟然有人比他得到的收获更大，并且大了不是一点半点，自然有些不平衡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修武界没人比他更有资格。不该问的不要问。自称为帝的男子开口，散发而出的是不容置疑的威势。是属下多嘴了。尽管好奇，可芥木白也不敢多问。他深知现在的他与这位男子相比，连屁都不是。唰！就在这时，一道光芒凭空出现，在两重宫殿的尽头处划出了一道空间裂痕。紧接着，一道造型奇特、宛如梯子一般的大门出现。此门正是通天之门。进去吧。自称为帝的男子道。芥木白这种人自然能够感觉到，那通天之门的作用，那仍然是机缘，是天大的机缘。可听闻那自称为帝男子的话后，却面露迟疑。好不容易拥有当下这等力量，他可不想就这样进入第9道天河。他还有太多事没有做，毕竟如今这修武界同样有着不小的机缘。于是芥木白试探性地问道：大人，属下能否迟些再去？本帝赐你力量，不是让你在这8道天河逞威风的。那自称为帝的男子一句话就堵住了芥木白的念想。本帝选中你，是因为你有些天赋，但也只是有些而已。当今修武界限制了你的成长，唯有踏入第9道天河，你才能真正的解放天赋。虽说你这些年的积累，在进入第9道天河后，也会成为你快速成长的助力。可你早些进去，成长的自然也就越快一些。你要做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，快速提升实力，争取有朝一日能为本帝所用。自称为帝的男子道：大人，不知您需要属下做什么？属下也好提前做个准备。芥木白问道。不知对方真正目的，他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你若能成长到本帝满意的地步，本帝到时自然会找你。你若成长不足，便连为本帝所用的资格都没有。听明白了吗？自称为帝的男子道。此话一出，芥木白的脸色有些尴尬。从小到大，他都是修武界耀眼的天才，他还是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评价。甚至弱到连为对方做事的资格都没有，未免也太被轻视了。虽然心中不爽，但也不敢反驳什么。大人，属下定然不会辜负大人的期望，属下等着大人命令的到来。纵使万般不舍，芥木白还是在施以大礼之后，乖乖地进入到了那道通天之门。芥木白踏入其中，通天之门关闭，这2重大殿恢复正常，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大殿之中。这是一名中年男子，一头黑发极其顺滑，散于身后，但却没有半点凌乱之感。虽是中年，但其面容极其俊朗，是世间少见的俊美男。而其身上穿着一袭白色长袍，白色长袍整体简单，但却镶嵌着一些金丝，给人一种不属于凡尘的贵气。但说起贵气，这位中年男子自身的贵气更浓，只不过他的身躯竟是半透明的状态，乃是灵魂体，甚至很像残魂状态。可哪怕如此，当男子出现，举手投足一举一动都会引动整片星空的天地能量。谁说平民之中出不了天才？本帝早说过，那些看似血脉平凡的所谓平民百姓中，同样藏着不少人才，只是他们没有资源，才使得没有出头的机会。只要给予足够的资源，同样可以成长为这世界的顶尖。这个时代不就出现了不少天赋异禀的后生吗？男子开口，而他的声音正是那位自称为帝的男子。尤其是那对楚氏父子，父亲强大也就算了，这儿子更是了得，不仅得到了传说中的脉之本源，还获得了秦九的些许传承。就连灵神的3界神谋也愿暂时借他，看样子他也得到了9天密地的认可。楚风、楚轩辕，真是期待你们这对父子在这个时代能走到什么地步。若是父子皆能登顶，那还真是这修武界从未有过的佳话了。当提及楚风与楚轩辕的时候，这位自称为帝的男子脸上的表情是浓浓的欣赏。此时他又看向了远处，而那平静面容下，那目光竟可以跨越星空，看穿一切。
最终他的目光锁定在了武者商会会长隐居之所，那是紫灵闭关的地方。那小丫头体内的宝物有雪帝的气息，这样的气息波动，看来雪帝本人必然也还在世。那么秦九，你还活着吗？话到此处吗？自称为帝的男子眉头皱了皱，不知是期盼还是担忧，难明其意。一番赶路，楚风终于来到9天密地，刚从传送门内走出，便看到一位3色眼眸、戴着面纱的女子，而其身旁站着一位垂着双马尾的小女孩，正是灵神与比神。而他们的样子应是恭厚多识。灵神大人，比神大人。见到这2位，楚风立刻恭敬地施以一礼。先不说拥有3界神眸的灵神，就算灵神的小随从比神，也绝对很不简单。当然，楚风之所以来这里，其实就是想见这灵神。之前害怕这灵神不见他，现在这个担心倒是可以消除了。通过3界神眸，我都看到了，让我看看他们的状况。灵神说道。楚风也知灵神所指，于是赶忙将沉睡的灵神一族众人从空间阵法中送出。灵神则取出一个手指大小的古塔，此塔虽古老，但却非常漂亮，似是水晶打造，但绝非水晶那么简单。此塔共有9层，每层都蕴含着不同的力量。灵神轻轻一抛，此塔来到高空的同时，也迅速变大。沉睡的灵神一族全部被吸入其中。只见灵神捏动法诀，那塔从塔底开始浮现神圣光芒，光芒宛如雾气，向上攀升，最后在第8层才停下。哇，这一脉血脉如此纯粹，可怎么修为如此弱小？比神如纯真的孩子直接脱口而出。比神大人，这灵神一族您知道来历？楚风赶忙询问。比神则是双手掐腰，对楚风道：我说楚风，你这臭小子，少装蒜喽！你不就是猜到这灵神一族与灵神大人有关系，所以才将这灵神一族带到这里来吗？楚风尴尬地挠了挠头，他确实有这个猜测，才带着灵神一族来这里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若真的有关系的话，那灵神必然能帮助灵神一族。确实有这个猜测，所以真的是这样吗？楚风问。比神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看向了灵神。与楚风的话，这个倒是没什么不能说的。灵神淡淡的笑道。见状，比神这才说道：灵神大人，当然不是这一脉的灵神一族能比的了。要怎么与你说呢？不是同族，但是拥有相同血脉，就像天雷血脉，你是天雷血脉，但拥有天雷血脉的种族也很多。你们只是血脉相通，但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，懂了吗？懂了。楚风点了点头。不过天雷血脉到处都是，这灵神一脉可就少之又少。你小子运气真好，竟能得到灵神一族的青睐。比神道。确实，我运气一直不错，不然也不会得到灵神大人与比神大人的青睐了。楚风笑道。你这么说倒也是没毛病。比神灿烂一笑，但却又皱了皱眉。哎呀，你这臭楚风，怎么打断本神的话？本神是想问我主人问题的。话罢，比神渴望地看向灵神。这一脉的先辈对他们设下了禁锢，唯有认主之后才能激发他们的潜力。灵神解释出为何这一脉的灵神一族明明天赋极强，可如今的修为却并不理想。这样哦，那楚风，你真是走大运了。比神道。楚风，你是想让他们恢复如初，还是只能恢复到从前的一半？灵神对楚风问道。灵神大人，若是可以选择，晚辈自然是希望可以让他们恢复如初。楚风说道。你应该能感觉到他们的情况很糟糕，你能保住他们的性命已是很不容易。若要本神出手，虽然能够让他们恢复到之前的状态，但未来前程则注定受限。但还有一个方法，便是由你来完成。灵神说道。晚辈要如何做？楚风问。虽说这一脉的灵神一族愿认你为主，可你们还并没有真正的完成主仆契约。而你们若是能够完成主仆契约，可以彻底唤醒他们被禁锢的潜力，不仅能够恢复如初，日后他们的修炼速度也会达到他们真正的水平。因为这一脉天赋确实很高，不过与灵神一族的主仆契约不是那么容易签订的。就算你的天赋很好，毅力惊人，但现在的修为还不够。武者修为最起码要踏入天神境，界灵师则要踏入天龙界灵师才行。但天龙界灵师的话便更好。灵神说道。那他们能坚持到多久？楚风问。毕竟楚风如今距离天神还有些距离，天龙界灵师的距离则更大。本神可以帮他们维持一段时间，但也无法维持太久。本神若没记错，在这个时代有一个祖武界宗的势力留下了一些传承，也许对你的提升会有帮助。灵神说道。前辈所指是祖武界宗留下的那座主城吧？楚风问道。祖武界宗，楚风当然清楚，那是这个时代初期凌驾于所有界灵师势力之上，
当之无愧的界灵师霸主。是祖武界宗的诸多强者离开了修武界，进入第9道天河后，7界圣府才能崛起。实际上，7界圣府也是从祖武界宗留下的诸多遗迹中获得了不少好处，但遗迹也有强弱之分，也有一些遗迹是7界圣府也至今无法破解的。就比如祖武界宗主城，9天之巅结束后，远古势力联手攻打卧龙武宗，说是卧龙武宗有宝藏，逼得卧龙武宗张开防御大阵，守护祖武天河。实际上，远古种族联军真正的目的是利用卧龙武宗的防御大阵，使得祖武界宗的主城出现。但那祖武界宗主城虽然显现，却是没那么容易进入的。想要进入其中，需要集齐5把钥匙碎片，而那5把钥匙碎片分别隐藏在仙海天河、图腾天河、7界天河、神体天河、血脉天河。楚风之前已经分别在仙海天河与图腾天河拿到了2把钥匙碎片，但楚风还有一个对手，那便是界天然。而7界天河与神体天河的祖武界宗遗迹则一直被7界圣府掌控。后面楚风听闻一些消息，那2座遗迹都被解开了，想必界天然已经拿到了那2座遗迹的钥匙碎片，如今便只剩下血脉天河的钥匙碎片。之前楚风因为诸多事情便没有继续寻找钥匙碎片，但其实也有关注，得知血脉天河的祖武界宗遗迹突然消失了，就是想去也好不到了。想着反正也无法凑齐5把钥匙碎片，楚风便没再想这件事。毕竟就算他真的拿到了血脉天河的钥匙碎片，可凑不齐5道的话，也是无法开启祖武界宗那座主城的。正是，灵神微微点头，果然所指就是祖武界宗的那座主城。